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宣布，以欧洲国家为主的26国正式承诺向乌部署地面、海上或空中部队作为保障部队。志愿者联盟将向乌克兰派驻多大规模的部队，主要承担怎样的任务？普京5号回应说，任何部署到乌克兰的西方军队都将成为俄方合法攻击目标。普京强硬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26国向乌派兵会否让俄乌局势升级？泽连斯基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拒绝了普京有关在莫斯科举行俄乌峰会的提议，并提出让普京来基辅见面。俄乌领导人分别提出让对方到自己国家会晤，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特朗普说，俄乌冲突可能是最难解决的军事冲突。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接下来还将如何推动俄乌和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普京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回应欧洲承诺战后向乌克兰派保障部队。他表示，任何部署到乌克兰的西方军队都将成为俄方合法攻击目标。又指，如果围绕乌克兰危机达成能够实现长期和平的协议，那么西方军队留在乌克兰领土上就没有任何意义。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озможны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воинских на Украине, но это одна из первопричин втягивания Украины в НАТО. Поэтому, если там будут появляться какие-то войска, особенно сейчас, в ходе ведени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исходим из того, что это будут законные цели для их поражения.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举行的支持乌克兰志愿联盟线上会议结束后宣布，以欧洲国家为主的26国正式承诺向乌克兰部署地面、海上或空中部队作为保障部队。普京强调，俄方完全无法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如果不考虑俄罗斯的安全，乌克兰的安全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俄乌双方都必须得到安全保障。丁先生您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关于马克龙提到的26个国家承诺了在俄乌停火以后向乌克兰派兵并提供安全保障一事啊。据您观察，欧洲大概会派多大规模的部队呢？这些部队又主要会承担哪些具体的任务？那么就是说，关于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这个26国要派兵到乌克兰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还并不明确，就是说哪26个国家要派兵，因为这个志愿者联盟呢，它当时成立主要是由法国和英国挑头的，那么在9月4号呢开了一次会啊，那有一些视频的参加，有一些在现场参加，它的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解决，就是说这个在战后对乌克兰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那么在这个2025年的3月份就开始密集的进行领导人会晤啊，包括军事方面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啊。但是这个关于向乌克兰派兵这个问题呢非常复杂啊。我觉得到现在呢，尽管马克龙明确的说了26个国家要派，其实这个并不是很明确的啊。现在就是说知道的就是说，主要是这26个国家呢，主要是就是说为什么叫志愿者联盟，它是就是说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帮助的在战后愿意提供安全保障的。但是现在看这个26个国家呢，主要是欧洲国家现在我知道的就是说明确反对向乌克兰派兵的要多于已经明确表示向乌克兰派兵的。你比如现在明确表示向乌克兰可以派兵的，可能就是英国、法国还有一些个别的东欧国家但是在这个26个国家里面，就是这个志愿者联盟里面明确反对的，你比如说有意大利有这个你说保加利亚呀等等，还有波兰都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不愿意派兵。所以在这个派兵问题上呢，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第一呢，就是说派多大规模的。之前呢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呢要求说能不能派20万军队后来呢又觉得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又降到了10万。那么现在呢，大概的我感觉大概的规模现在预期的可能已经到了3万了就是说，但是具体的这个有哪些国家来组成是吧？到底这个3万规模的部队由谁来指挥，怎么样一个协调不明确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美国到底就是说未来这个美国参不参与另外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即便派这个3万军队，他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第三块呢，就是说这部队去了干什么？按照马克龙的说法呢，现在这个3万部队进去以后，还是就是说等于是，俄乌停火以后签署和平条约以后，派3万部队进去，而且部署在哪里？这些部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只是培训乌克兰的军队呢，还是要部署到前沿监督这个停火？现在等于说，现在这个关于派兵问题尽管经过了大概半年的这些讨论准备，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到现在看呢，仍然是问题远远多于这个答案。另外关注到马克龙呢还提到，美国近期也会确定以什么样的方式支持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那有官员透露说，华盛顿呢可能会提供更多防空系统，甚至协助设立禁飞区，还包括情报、监视和侦察等方面的支持。那您认为特朗普会不会支持欧洲提出的这项安全保障计划呢？美国在当中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家的焦点呢是在对于乌克兰这个安全保障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刚才说了。就是这个问题非常的不明确。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和欧洲的这个看法都是，就是一定要让美国一定要让美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不参与这个安全保障，那不管是欧洲也好，还是乌克兰也好，都觉得这个安全保障这肯定是没有一个强力的这么一个支撑的所以呢，就是说现在一定要把美国拉进来。但是特朗普的立场呢，之前完全是不明确的。那么在这个阿拉斯加会晤以后呢，特朗普表态了，就是说美国愿意参与但是怎么参与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都不明确包括4号就是4号这个志愿者联盟开会就是应该说是按照欧洲的说法，应该已经比较明确的方案都有了但是在这个4号的这个会议上，特朗普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现在大家猜的呢，可能就是说美国肯定是不会派兵了就是美国军队正规军在部署在乌克兰这个可能性肯定是没有了。但是美国能不能提供一些比如说空中的支持情报的支持但是这个消息呢仍然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还有就是说之前就是说美国不派正规军甚至有的媒体说呢，美国会不会派这些私营的武装进去私营武装它本来也比较灵活另外还可以说实话，私营武装去了也是赚钱。但是这些消息放出来这么多，但是到现在就是说美国怎么样参与这个未来的这个志愿者联盟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安全保障没有还没有一个特朗普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也关注到了法国和英国呢是率先表态愿意战后派兵，但是德国方面表示要等框架条件明确以后再做决定。那意大利和波兰总理是直接表明了说不会派兵的。那您怎么来看欧洲各国在派兵问题上明显存在的这种分歧，对于整体计划的推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志愿者联盟的大概有这个30多个国家吧，主要是欧洲国家。在派兵问题上呢，实际上这个分歧是很大的这个派兵问题呢，最早是这个2024年的这个2、3月份，马克龙当时提出来。马克龙提出这个想法呢，立刻遭到了很多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反对。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志愿者联盟正式从就是2025年3月份开会，不断的推进这一项方案的时候呢，其实欧洲我觉得大概分为了三个阵营吧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英法，因为这个它整个挑头呢是英法这个2个国家挑头意思就是说在未来呢要向乌克兰派兵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但是立刻遭到了这个就是意大利波兰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保加利亚这些明确的已经表示说不可能派兵你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你像比如说拿波兰来讲，它的这个借口呢就是说如果向乌克兰派出这么多的军队波兰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其他国家也有各种其他的原因还有一个阵营呢，就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说因为比较复杂他还是在观望的一种状态因为德国尽管支持乌克兰这方面他也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在派兵问题上，因为德国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德国的立场呢是比较谨慎的是比较就是观望的一种态度。因为确实这个往乌克兰派兵这个问题，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派兵
这些军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现在都不明确啊。所以欧洲呢，大概分为这么3个阵营吧。那么在这种意见分歧不一的啊，就是大家意见也不统一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从今年2、3月份开始讨论啊，到现在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啊，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一个议而不决的这么一个状态。到现在我觉得尽管说大家觉得都是说对乌克兰这个安全保障已经马上要制定出来了啊，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那关注到普京呢，此前是明确表态了，说一旦北约部队出现在了乌克兰，就会成为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为什么俄罗斯对于欧洲可能派兵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呢？这是不是会影响到目前俄乌和平进程？那么其实俄罗斯对于这个乌克兰和这个北约加强这个军事合作和西方加强军事合作，他的立场一直是非常强硬的。就是其实俄乌冲突的这个按俄罗斯的这个说法来讲，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在2021年到2020年开始，就是俄乌冲突爆发前的那几年，就是乌克兰和这个北约国家的这种军事合作是不断的在升温包括黑海英国的这个飞机啊军舰都到黑海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包括乌克兰和这个北约的军队不断的加强合作，所以呢就是这是俄乌冲突的一个爆发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现在北约就是北约国家吧，欧洲国家要向这个乌克兰派兵，那自然会遭到这个俄罗斯的这种激烈的强烈的反对啊。普京也在这个会上表示，如果说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仍然没有结束的时候西方派兵，那就会成为俄罗斯打击的合法的目标但是其实呢，就是说欧洲其实也一直在避免和俄罗斯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个就是现在按照这个英法的计划来讲，这个派兵呢也只是说未来俄乌签署和平条约以后这个部队派到这个乌克兰但是去干什么现在也不是很明确所以我觉得普京这样一种比较激烈的这种对这个其实就是对欧洲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仍然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个派兵是绝对不可以的而且在之后呢，俄罗斯也坚决反对，就是未来关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其实俄罗斯也反对西方的任何的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境内。另一方面呢，看到泽连斯基除了争取欧洲的安全承诺之外，还呼吁美国要像当年冷战时期保护韩国那样，给乌克兰提供长期而可靠的安全保障。那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这样的解决方法？你认为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回应他的请求呢？因为就是乌克兰认为呢，就是只有这个欧洲的这些安全承诺、安全保障它是不足以保障这个乌克兰的安全一定要，因为美国作为这个全球超级大国，包括军事上它也是实力最强的国家，所以乌克兰一定要把这个美国拉到它的未来的这个安全保障体系里。但是特朗普呢一直不松口，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说法所以就是说泽连斯基提出说能不能像这个就是美国当年保障韩国这种方式来保障乌克兰的安全我觉得呢这个是应该说是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美国和韩国呢它是在朝鲜战争以后它是签署了明确的这个军事同盟协议，就是美韩它是一个军事同盟。那么现在按照特朗普的这个感觉来，就是按照特朗普之前的一些表态来讲，就是美国未来可能会参与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但是这个主要责任是欧洲国家来承担。你比如说将来包括这个出钱、出兵出力，可能主要是欧洲国家。那么美国呢，可能在你刚才讲的，美国可能是在比如说空中的巡逻呀，情报上的支持给予乌克兰一些帮助。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未来如果也向乌克兰继续的提供武器的话，那特朗普也说了，这个我们这个跟拜登时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美国要卖就是欧洲国家出钱买，然后卖给欧洲，然后欧洲再提供给乌克兰所以就是说这个未来美国参与到乌克兰的这个安全保障这个问题上，它是有限的它因为它毕竟没有和乌克兰签署这个军事同盟协议或者一个明确的安全保障协议没有签署。美乌现在之间的只是一个美乌矿产协议，那个其实目的呢就是特朗普要把过去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些资金他要回来。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泽连斯基拒绝了普京有关在莫斯科举行俄乌峰会的提议，并提出让普京来基辅见面。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美日韩多域演习，预演亚太电磁网络战。美军要在日本进驻敌方中程导弹，日本提前部署增场攻击导弹针对中国。菲律宾面向南海增加作战基地，美日菲台升级军事勾连。解放军南部战区强化南海海空战备巡航，试验新武器实战演训。解放军9参大阅兵，展示一大批新式跃升型武器装备。美日台高度关注列明6大重大突破，高超音速无人无型远程震慑。美军金盾计划可能紧急调整。国庆公休年份决将国领军情完事，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市中台。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拒绝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在莫斯科举行俄乌峰会的提议，并提出让普京来基辅见面。泽连斯基表示，他不能在乌克兰每天都遭受袭击的情况下去莫斯科见普京，但普京可以来基辅。泽连斯基又指，普京的提议实际上是为了推迟会晤。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他准备以任何形式举行会晤。另一方面，乌国防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乌冲突可能会在2026年年底前结束，但这需要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实现，其中战场形势是决定性因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乌日戈罗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共同参加了乌克兰地方和区域政府代表大会。科斯塔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强调对普京的制裁压力将会持续。泽连斯基表示，终于听到俄罗斯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有关匈牙利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参与解决这一进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啊。看到泽连斯基呢是5号见了欧盟理事会的主席，重点讨论了入盟的谈判。那他一直都积极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并且视其为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部分。那在您看来，加入欧盟对于乌克兰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加入就乌克兰独立以后吧，就是向东和向西的问题始终是困扰乌克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而且这个因为乌克兰的这种战略意义啊，所以这个俄欧啊一直在乌克兰进行这个激烈的这种地缘博弈，这也是乌克兰危机啊一个爆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景之一。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去啊，乌克兰相对的平衡一点，像库奇马时期它是向东西平衡的一个政策。那么2014年以后啊，等于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克里米亚事件以后，这乌克兰就一心的要往西走啊。2019年呢，就是修改了宪法，就是要加入欧盟和北约啊，这也是乌克兰危机爆发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在俄乌冲突以后呢，就乌克兰就加速了加入欧盟的进程。就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这是2月份吧，2月28号他就正式提出了要通过一个快速通道加入欧盟。所以现在乌克兰等于加入欧盟的这个，他已经获得了候选国地位，所以加入欧盟的这些谈判呢都已经加快了。就是说等于现在乌克兰就是说付出了这么大代价，他的目标呢就是要彻底的融入欧洲，要加入欧盟。但实际上现在看的这个进程呢还是比较漫长的，因为加入欧盟呢要通过很多的这种谈判你要这个就是说乌克兰国内的这些标准政策和欧盟要进行对接，有非常多的项，你比如说在司法方面还有在社会方面，还有在这个反腐等等很多的标准，你要达到欧盟的标准，另外还要得到这个欧盟所有成员国的这种认可大家的同意才能够加入欧盟。所以现在看这个过程仍然是比较长的。尽管乌克兰的想法就是说乌克兰为欧洲阻挡了这个俄罗斯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乌克兰应该有一个快速通道但是现在看乌克兰这个仍然很难获得这个快速通道，谈判呢仍然要一步一步的来当然加入欧盟对乌克兰的意义是意义重大因为现在这个乌克兰的主要的贸易主要的经济支持和政治方面的支持都是来自于欧盟。那看到泽连斯基呢还提到说，终于听到俄罗斯发出信号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那为什么俄罗斯会在这个时间点表现出不反对乌方加入欧盟的态度了呢？如果俄方真的不阻拦，那其他的欧洲国家是不是也会愿意接受乌克兰了呢？其实普京
包括俄罗斯现在表态，就是说乌克兰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还是耐人寻味的。这里面还是应该是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俄罗斯表态啊，乌克兰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只是强调就是说，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乌克兰要坚决的加入北约。就是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是军事政治同盟，那加入北约呢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那么欧盟相对来讲呢，欧盟它是一个高度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高度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那么就是说乌克兰就是俄罗斯反对你加入军事同盟但是不反对加入欧盟。但是从类型来讲，我个人的观点其实俄罗斯也未见得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因为俄罗斯一直在坚持一个立场，就是乌克兰的这种中立国地位，就是希望乌克兰保持中立，作为这个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缓冲的地带地缘上的一个缓冲地带。那么如果说乌克兰真的加入了欧盟，那是否意味着乌克兰仍然是一个中立国呢？显然其实从内心深处俄罗斯仍然是不希望看到乌克兰加入北约，只是说现在第一呢，就是我明确反对你加入北约欧盟的事呢，毕竟它不是一个军事政治同盟第二呢，其实俄罗斯也认识到，就是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现在来说，它这个谈判的进程才刚刚启动但是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真实的意图来讲，他希望他仍然坚持到现在仍然坚持这个乌克兰呢，最好是作为一个中立国作为一个地缘缓冲地带。另外呢，看到泽连斯基还拒绝了普京提出的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晤的提议，反而呢还邀请普京来基辅会谈。那您怎么来看待双方现在各自要求对方来自己首都会晤的要求呢？那么就是说，这个俄美领导人在阿拉斯加会晤以后呢，这个西方就是突然就是流露出了一些乐观的情绪，就是关于这个泽连斯基和普京会晤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就是说这样的信心来自哪里，就是说当时认为就是说1周2周就可以安排这两个人会晤了，是吧？就是泽连斯基和普京，当时甚至选了很多地方就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中立国呀，还有土耳其中东但是现在看呢，很快就是被现实的这种泼了冷水现在我觉得关于这个泽连斯基和这个普京的会晤实际上俄乌之间已经开始一个激烈的博弈了就是泽连斯基表示呢，他愿意在任何时候，是吧，和普京来会谈。实际上就是乌克兰呢，就希望把这个不愿意会谈或者说不愿意进行下一步和谈的责任推给俄罗斯。俄罗斯的立场呢，就是说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呢，他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他要有议程用拉夫罗夫的话来讲，就是他不愿意就是说仅仅是拍一张照或者说怎么样来就来搞一次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所以现在这个关于会晤呢，实际上俄乌进行激烈的关于会晤本身就开始一个激烈的博弈所以就是说普京讲了，如果泽连斯基愿意可以到莫斯科来谈。泽连斯基说只有故意不想会谈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那你可以来基辅来谈。所以就是说关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会晤实际上这个俄乌之间的这种分歧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下一步可能仍然就是各方在推动，因为现在这个俄乌会谈陷入停滞，大家都期待着通过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呢，能够破解一些当前的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这个短期内可能会晤很难但是呢，俄乌不管怎么样仍然需要直接的进行谈判，尽管或者说不到领导人的级别就是像俄罗斯提出来的成立3个工作组提高这个会晤级别，由真正的这些有这种决策能力的这些高官来先谈然后呢再准备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俄方的提议是这样。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俄乌需要下一步的进行这种谈判。好的，今天感谢丁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